大家好，这里是不腐的囡囡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人物传记类型的电影，电影名字叫《王尔德》。19世纪的伦敦充满了文艺氛围，到处弥漫着贵族奢靡的气息。王尔德是一位年轻气盛的作家，他帅气、高贵的长相，学识丰富的同时又有着惊人的口才，因此他不仅受女性关注，更受世人的欢迎。他的人生就像金子般闪闪的发光。1882年，来到美国科罗拉多的王尔德在这里饱受欢迎，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令他备受关注。王尔德来到美国，通过激动人心的演讲传播他的思想。他受一位矿主的邀请来到矿主的矿坑，这里的工人无一不认识王尔德，对他早有耳闻。王尔德进入到矿洞，为里面工作的青年传播新思想，促使他们积极上进的工作。回到伦敦的他来到母亲为迎接他所设的宴会，许多贵族也都来此露面。科尼是一位贵族小姐，她十分崇拜王尔德。趁着宴会，她好奇地问王尔德前些天去美国演讲发生的趣事。王尔德生动地描述着美国人民的状态，听得科尼两眼放光。事实上，王尔德此时已经结了婚，他的妻子康斯坦斯是一位温柔、娴静、安静、少言，但内心丰富的女子，她深受王尔德的喜爱。王尔德称康斯坦斯是他最完美的听众。这次回家，康斯坦斯告诉了王尔德一个好消息，她怀孕了。王尔德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西里。罗比家庭出身十分优越，祖籍在加拿大，他是王尔德的好友，同时他也十分崇拜王尔德的。王尔德夫妇与罗比聊至午夜，康斯坦斯看时候不早，便准备入睡，与客人罗比道了晚安，便离开了客厅。王尔德跟着他一同来到了西里的房间，看着熟睡中的西里，两人满眼幸福。王尔德感激地亲吻着康斯坦斯，之后他来到客厅，继续与罗比聊学术思想。当两人正聊得火热时，罗比突然紧紧盯着王尔德，起身走向他。王尔德似乎看穿了他的内心，说康斯坦斯比百合更加美丽动人，能够娶到康斯坦斯是他从没有得到过的爱。可罗比并未言语，他抚摸着王尔德的脸，再也抵挡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主动吻了上去。王尔德意识到不对，立刻推开了他，可罗比并没有放弃，他脱掉衣服对王尔德说，肉体之美要靠肉体自身去体会，这是王尔德书中的话。罗比再次说道，凡事都会有第一次。他那深邃的眼神让王尔德着迷，沦陷，失控。王尔德不顾一切地与罗比亲密在一起，这是他第一次越界。几年后，王尔德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。这天家里的女佣要被哭闹不止的西里洗澡，康斯坦斯则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为他喂奶。王尔德告别康斯坦斯，他称自己要与阿斯奎尔一家共进晚餐，很晚才会回来。康斯坦斯的眼底闪过一丝冷漠，这么多年，她似乎猜忌到了丈夫的谎言，可仍旧做他的观众。离开家的王尔德根本没有来到阿斯奎尔家，他不过是和罗比行苟且之事。躺在床榻上的两人是那样的幸福，这些年来，他们从没停止过偷欢。罗比问王尔德，康斯坦斯是否会怀疑？王尔德没有说话，他一心只觉得康斯坦斯是自己温柔的后盾。孩子们逐渐长大，王尔德给西里讲故事。当他讲的巨人整整7年不回家时，西里有所埋怨地说道，王尔德也经常不回家。听到这话的王尔德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抱着孩子坐在一旁的康斯坦斯，西里这话仿佛是在为妈妈抱怨。稍作一番解释后，王尔德又出门了。这次他与罗比一同来参加画展，王尔德在这里结识了新的年轻男子。罗比意味深长地看着王尔德，搂着男子的肩膀，将男子带到一处房间。此时的王尔德依旧被世人所仰慕，王尔德再次创造了新的戏剧。开演那天，座无虚席，众人连连拍手叫绝，后台大家纷纷上前对王尔德表示祝贺。在这里，王尔德遇见了长相俊美，令他痴迷难忘的波西，此后便开始了他们之间疯狂的爱恋。
事实上，这不是王尔德第一次遇见波西。有次波西在街边喝茶，隔着街道，王尔德一眼便注意到了波西。他穿着灰色的西装，戴了一顶帽子，但仍旧难以掩盖他俊美的面容。那时他们有了第一次的对视。波西谈论着王尔德的作品，一字一句渗入王尔德的内心。波西能够读懂他的文字，他写作的深意，这实在是让王尔德激动。他对波西另眼相待，此后的两人关系也愈显亲密。王尔德会倾听波西的歌声，与波西在床上亲吻，他流连忘返，赤身相依，紧紧贴着彼此，才能抚慰他贫瘠的内心。波西让他神魂颠倒，他们高调地来到餐厅，就像波西所说，他要让世人看到他们。一次，波西带着王尔德来到了泰勒的家。泰勒集中召集了许多上流社会的同志，大家在这里谈笑风生，喝酒畅谈。王尔德在这里十分快乐。罗比看到王尔德风流的生活，劝诫王尔德说，身为名人应该保持警惕，而波西不一样，他天生就是喜欢众人的追捧。但罗比的劝说对王尔德来说显得苍白无力，他已经离不开波西，波西带他体验到和年轻人在一起的生活。王尔德觉得自己也很年轻，行为愈加的不受约束。在之后，王尔德听从波西的话，在伦敦的乡下租了一栋房子，带着妻儿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。王尔德便以需要剧本创作为由让妻儿离开，留波西陪在他身边。但年轻气盛的波西无法忍受乡下的宁静，而王尔德每日的创作也让波西感到无聊孤独。波西喊来在伦敦的朋友想热闹热闹，可王尔德一心追求创作，无心贪图享乐。终于有一日，两人的矛盾爆发了。波西看着正在创作的王尔德，央求他们一起回到巴黎。王尔德以创作为由拒绝了，而波西的愤怒终于爆发，他再也忍受不了这份孤独。可王尔德逐渐冷静下来，这次王尔德没有一味地听从波西，但在波西看来，区区房租怎么会使王尔德拒绝自己的理由？王尔德连这些钱都不舍得为他付出。王尔德反驳他自己大部分的钱都用在波西身上，没有对不起波西的地方。而这样的谈话让追求浪漫的波西无法接受，他开始觉得王尔德庸俗至极，大吵着要离开。王尔德看着窗外波西奔走的身影，陷入沉思。两人就这样分手了。王尔德与波西的分手在大家眼里是好消息，因为他的剧作又能掀起一波热潮。与此同时，波西的妈妈也告诉波西，希望他不要再给王尔德写信，但波西并未听从，因为他深爱王尔德。罗比同样劝说着王尔德，王尔德说波西只是个敏感、缺爱的孩子。圣诞节来临了，这次王尔德陪伴着家人，康斯坦斯脸上的微笑不再如往日般僵硬，他以为王尔德就这样开始回心转意，投入家庭的怀抱了。幸福的新年过去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波西再次回到了王尔德身边，他们不顾身后侍从的颜色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王尔德送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生日礼物。就在两人沉浸在重聚的幸福时刻时，波西的父亲出现了。波西本能地感受到了恐惧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生性凶残的人，父亲多次警告波西不要与王尔德来往，但这些阻止救不了波西。这次在王尔德的陪伴下，波西没有胆怯，主动邀请父亲与他们一同共进午餐。波西的父亲在与王尔德聊天时也感受到了他的魅力。直至深夜，两人才结束聊天，这让波西很是高兴。他以为父亲自此可以改变对王尔德的态度，但波西的父亲却提出了让波西更加难以接受的要求。父亲要求波西从此与王尔德断绝关系，不然他将不再给波西一分钱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出言辱骂王尔德是同性恋，骂他下流。父亲的做法让波西无法接受，他谩骂着离开了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两人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在王尔德戏剧创作期间，波西一直陪伴着他左右。此时的王尔德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康斯坦斯找到他的时候，波西显得很不欢迎，仿佛在宣示主权。
康斯坦斯很懂事，做出了女主人该有的让步，没有让王尔德为难，他只说孩子们想念父亲，随后便离开了。事实上，康斯坦斯对王尔德失望极了，他再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，他成天和男人在一起的事，康斯坦斯比谁都清楚。康斯坦斯离开以后，王尔德就生病了，他把一切都寄托在波西的身上。生病的王尔德颓废、憔悴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、不能再普通的中年男人。波西埋怨着他，开始厌倦生病需要照顾的王尔德，没有艺术气息包裹的王尔德令他感到无比恶心。波西夺门而出，他恃宠而骄的脾气没有惹怒王尔德，反而让王尔德觉得他的脾气全然来自家庭。波西残暴的父亲造就了波西的性格。罗比来看望王尔德，他依旧深爱并崇拜着王尔德。他说，没有波西的那段日子，王尔德的剧作堪称绝佳。可波西再次回到王尔德身边，他的作品便不再那么优秀。罗比担心波西会毁了王尔德，王尔德所谓的爱情只会毁了自己。可在王尔德眼里，波西始终是那个被父亲压迫、母亲娇惯、宠坏了的缺爱的孩子。王尔德不会放弃波西，更不会与他断了联系。这段时间里，王尔德一直住在酒店。酒店的服务员拿了一份报纸，示意王尔德读最后一页。原来波西的哥哥自杀去世了，伤心欲绝的波西躲在王尔德的怀里痛哭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哥哥为什么自杀，是他的父亲逼迫的，这是来自父亲的警告，告他远离王尔德，不要再做同性恋。哥哥去世的事令波西无比恐惧，可他肆意妄为的本性始终不变。这天，波西和另一个青年男孩在王尔德的床榻翻云覆雨，王尔德就坐在房间的沙发，看着床榻上的两人，他宠溺波西，因此波西所做何事他都可以原谅。波西的父亲找上酒店，他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与王尔德做下柳的事儿，也无法忍受波西是个同性恋。酒店的服务员赶到房间，为了不与波西的爸爸抗衡，殃及自身，他们只好请王尔德与波西离开。没有在酒店找到王尔德，波西的父亲没有放弃他，找上王尔德的家，对他破口大骂。之后，波西的父亲开始了行动，他到处散播王尔德是皮条客的谣言。王尔德在波西的鼓动下，决意将波西的父亲告上法庭。罗比全力劝解显得无用，只有罗比清楚，王尔德一旦输了官司，他将身败名裂，并且王尔德本身在官司上不占上风，但他仍旧不屈于社会现实，他的思想，他的艺术造诣让他选择直面事实。站在法庭的王尔德公然与世俗对抗，他书中的言论被当作笑话，被众人嘲讽，他的思想被认为会对少年造成不良影响。这些言论一步步击垮了王尔德，直到对方说出王尔德与众多年轻男子在房间行不正当勾当后，王尔德百口莫辩。这件事儿引起了国王的关注。同性恋在当时本就不被人接受，如果王尔德输了官司，他便会被逮捕。但上流社会参与同性恋的人不在少数，大家害怕被捕，一经密谋逃到国外躲避。罗比仍旧没有放弃王尔德，他不想让王尔德就这样入狱，他劝说王尔德坐上火车就此离开。可王尔德坚守他的思想，他只身一人与世俗抗衡。康斯坦斯带着孩子们更改姓名离开了王尔德，他不能让孩子们一辈子活在不被认可的社会中。就这样，王尔德再次站在了法庭，可仅仅他一个人的言论难以说服整个社会，最终他被捕入狱。一时间，王尔德成了被唾弃的对象，他成了全伦敦人的耻辱，他倾尽一生所获得的美誉一夕间崩塌。在狱中，王尔德需要做2年苦力活。他出生于富贵之家，从小锦衣玉食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又充满学识，在文学上造诣非凡，一生所获美誉颇多，可却因为同性被捕入狱。在一个不被宽恕的国度，想要只身对抗世俗，每日的辛劳，人格上的屈辱令王尔德煎熬。他在狱中唯一思念的波西，他的生命之光唯有爱他的信念支撑他活下去。
王尔德再次见到康斯坦斯是在狱中，王尔德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他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王尔德了。他向康斯坦斯忏悔，对孩子和康斯坦斯造成的伤害他无力弥补，在他的内心深处依旧留有对康斯坦斯的一份爱，他已为此次康斯坦斯前来示慰离婚。其实他来是希望他能振作，只要他不再与波西来往，重回孩子们的身边。王尔德向康斯坦斯保证，从此不再见波西，凭借他的才华，他完全可以东山再起。出狱后的王尔德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妻儿的身边，而是找到了罗比，罗比是他一生的挚友，迎接他出狱，并陪他度过生命最艰难的时光。但王尔德对波西的爱胜于一切。影片的最后，他来到波西所在的城市，与波西在街头紧紧的相拥，他还是选择了一生的挚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看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关注哦。